我叫江野，我穿越到了一个平行世界，这里的龙国诡异文明断层消失。与此同时，诡异擂台突然降临蓝星，要求每个国家召唤诡异进行对决。胜者国运昌盛，而败者就会有诡异降临。哟西，这么几千年文明的龙国，还不是败在我山本太郎手下？龙国落败，樱花国获胜，积分+1。不愧是贞子大人，会射的击败了龙国。龙国放心吧，我们将重建大东亚共荣圈，到时候会好好利用你们的土地。如果不是我们诡异文化的突然断层，绝对不会出现这个局面。什么断层？都是借口。事实就是，你们龙国的最后一个 A 级鬼怪也死在了贞子大人的手中。请龙国下一位选手江野站上擂台。终于轮到我了。怎么会这样？龙国最后一个 A 级诡异也死在了擂台上。我龙国5000年文明，如今最后一位选手居然是玉北叶。接下来就让你们见识一下真正的宗师。又来一个生死的。完蛋了，又是贞子！洪荒天令，师祖临渊，起！此类山川即是你复苏的疆土，此方天穹亦是你飘摇的玄袍。恭迎万疆之祖，将臣降临，以始祖之名，与万疆之朝，永镇此类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棺材，龙国召唤了一口棺材，有东西，里面有东西要出来了。这是我们龙国的最后一场战斗。如果这场输了，诡异就会降临到龙国本土，龙国的土地也会被其他国家分食。全完了，龙国就要在世界上除名。我们要怎么去面对我龙国先烈？怎么去面对九泉之下的列祖列宗？首长，你快看！青龙关，这纹路我在古山海残卷里见过一次。快，分析能量等级。能量读数突破上限，检测仪过载，这至少是 S 级啊！不，可能是 SS 级啊！万疆之祖，始祖降臣，快给我查，这是何方存在？这是什么？威压？如此恐怖的威压？如此恐怖的威压，我只在我国的电锯狂魔身上体验过。龙国一个诡异断绝的国家，怎么会召唤出此等存在？来了！我国的贞子大人是无敌的。贞子要诅咒，给我杀了他！区区怨灵也配进无声？赢了！我们赢了！
自从诡异擂台降世以来，我龙国饱受欺凌，今天终于站起来了。看见了吗？这才是中式恐怖。5000年，我龙国5000年底蕴从未断绝。始祖降臣，始祖降臣，始祖降臣！不可能，贞子是不死的，怎么会不死？在真正的不朽面前，尔等怨灵不过萤火之光，也配和我龙国相提并论？龙国获胜，积分加3。今日只是开始，龙国失去的，我会一城一池全部夺回。找到了，首长，找到了。在一本残破的古籍上记载着师祖降臣的只言片语啊！大家请看：师祖降臣，万乡之祖，仍于鸿蒙初叛，因月华而醒，欲师朝以镇八荒，非人非鬼，非神非妖，跳出3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即天地怨气晦气而生，不老不死不灭，被天地人3界所摒弃。跳出3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？我龙国居然还有这种存在！不老不死不灭，这才是我龙国鬼怪的真实实力。发卡！区区龙国敢杀害我国贞子，发起复仇战，派出大天狗！我要这个龙国人死在擂台上！龙国排名上升，第35名。巴卡，凭什么龙国只赢了1场，排名居然上升了这么多？不公平！我们抗议！我银河国要使用特殊权力发起复仇战。复仇战？前段时间，樱花国连胜3场，获得擂台特殊奖励复仇卡，可以在输了之后发动复仇战。樱花国发动复仇战，下一场樱花国对龙国。卑鄙！输了就用特权！龙国主侥幸赢1场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。把龙国最后一个希望碾碎！大天狗大人会撕碎你们的僵尸，让他们的土地成为我们的养殖场。讲也是吧，你的运气到头了。贞子不过是我大樱花帝国百鬼中的一员罢了。今日让你见识何为真正的鬼怪。废话真多，不知死活！阳之之闪电，听命！不义之天风俯首，以此山为证，召唤 S 级大天狗。我人竟让无知沉眠！尊敬的大天狗大人，继续龙国这个挑衅我大樱花帝国，是大天狗大人碾碎面前的蝼蚁。士气有趣，不过是一具稍微强韧些的尸体罢了。无奈受万人敬仰之大妖，尔等污秽之物也配立于吾前？呀！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无敌的大天狗大人！你们龙国的僵尸只配跪在地上。大妖，一只长了翅膀的山精野怪，也敢自称大妖？今日便让我龙国师祖教教你什么叫做敬畏。蝼蚁也敢高谈阔论？呀！死吧，在生命的风暴中化为齑粉，搅碎他们！该死！这么恐怖的力量，怎么挡？我龙国刚刚获胜1场，难道就要陨灭吗？风，小道儿，吾沉睡之时，呼吸吞吐，便是地脉阴风，儿所驾驭不过儿戏喧嚣。
不可能！没什么不可能。你们樱花国不会弹丸小国，一个区区山精也怪便大呼小叫，真是没什么见识。祭物之血，换物卷族，压天狗降！无耻，打不过就群殴！江爷小心！聒噪！九天之关现。九天之关，葬天，葬地，葬众生。不要！我愿臣服。大天狗大人，这就失败了。我不相信，一个小小的龙国，明明马上就被挤出擂台，怎么可能会是大天狗的对手？大天狗在 S 级中也是名列前茅的存在，居然挡不住这个将臣的一招。复仇战结束，龙国胜，积分加5，樱花国积分扣除3，龙国排名上升，进入前20名。多谢前辈。赢了！我们赢了！从今天开始，晋升江野为龙国诡异特别行动部最高长官，所有权限全部打开。从今天开始，他就是我们龙国的英雄。龙国选手江野是否选择继续守擂？守擂？不，我要主动挑战。田邦国，敢接吗？这个龙国小子不过赢了区区2场，居然敢主动挑战人心国，谁给他的胆子？龙国好不容易出一个像样的诡异，居然以卵击石。我联邦国可不是樱花国，我联邦国诡异文化源远流长，真是找死！源远流长，100多年的历史也好意思？经判定，龙国选手江野符合主动挑战规则。根据规则，主动挑战不得召唤重复诡异。龙国选手是否继续挑战？不能使用重复诡异。众所周知，哪怕是再天赋异禀的召唤师，也不可能召唤2个诡异。这规则不是难为人吗？对，我们抗议！继续挑战，请双方选手准备。真是蠢货，自己找死！既然他找死，就满足他。奥利弗，以上用电锯撕碎这个龙国小子。请双方选手登台。龙国小子，我会把你的骨头一寸寸锯开，听着你的哀嚎，以铁为骨，以油为血，聆听着万物的哀嚎，满足你对撕裂的渴望，召唤 S 级电锯狂魔。奥利弗，撕碎他，让他知道谁才是擂台之王。出现了电锯狂魔，传说中从地狱归来的鬼魂。电锯狂魔手中的电锯可是沾染着地狱火，所有东西都将在地狱火面前烧成虚无。死吧！尘归尘，土归土，黄泉路开！看来你的地狱火烧不到我龙国的黄泉。魂归西，魄隐息，阴阳有序，善恶有报。恭请七爷、八爷，黑白无常降临此间，索拿恶魂。酬谢神明者，必得平安。犯法作恶者，无救不赦。
这个孽障血煞缠子，能经油锅地狱，烹煮100年。什么东西啊！装神弄鬼，电锯狂魔，让他们见识下什么是绝对的力量。以血肉为祭，以恐惧为心，释放吧，炼狱不在场。就是这样，把那2个装神弄鬼的家伙撕碎。魂来！屠夫霍克生于公元1980年，死于2015年。生前罪孽虐杀无辜37人，以电锯肢解取乐，怨气缠身，血煞灌体。死后执念不散，窃取怨气，化为此等孽物，续行杀戮，罪加1等。不！给我站起来，杀了他们！饶命！我愿意臣服，放我一马，放我一马！阳间罪孽未清，阴司刑罚未受，按音律而之罪，当入油锅地狱，烹煮100年，再入刀山地狱，穿体1000年，后入寒冰地狱，风冻万载。刑满方入畜生道，轮回百世，尝尽血债。放过我，我愿意臣服于你，愿意给你当牛做马。你的罪不在我，在那些因你而碎的无辜魂魄，在天地应有的秩序。阴司判罚，公正无私。看，龙国胜，积分加8，联邦国际分扣除5，龙国排名上升至第18位。我们龙国5000年文明，这就是我们龙国的诡异文化。审判 ！Oh my god！ 这怎么可能？该死的龙国人！报告，能量监测显示，刚才出现的地狱漩涡连通了一个极其庞大、层次分明、规则森严的独立能量维度，其复杂度和完整度远超目前已知的任何诡异诞生地。独立维度，层次分明，规则森严，黑白无常、判官、生死、油锅地狱，这绝不仅仅是2个强大的 S 级鬼怪那么简单。根据能量反馈分析，这个维度至少存在18个明显的层级结构。黑白无常其能明显示，他们很可能只是这个庞大体系的基层执行者。基层执行者，一个完整的地府体系，轮回审判、刑罚，这难道就是我龙国失落的诡异文明？
查，不惜一切代价启动最高机密档案，寻找一切与地府阎罗尸变相关的记载。佛体符咒阵，立刻，马上！检测到联邦国使用3连胜特权，强制挑战权。下一场对决将在10分钟后强制进行。对战双方：联邦国对龙国。无耻！刚输1场就耍特权！江野，你以为赢了 S 级就很了不起？擂台的水比你想象的深。这一场，我会把你和你的那些诡异一起碾碎。废话真多。Robert， 以上，给我好好教训他。好吧，说实话，我还挺佩服你的，一个人扛起了一个国家。但是很可惜，这把你碰到了我，所以你只能死。但是很可惜，这把你碰到了我，所以你只能死。与罪孽显化之地，与此痛苦永不消散之回廊，聆听吧，那无尽迷雾中徘徊的忏悔与哀嚎，以这浸透悔恨的战场为祭坛，以我罗伯特的全部战役为引。降临吧，沉默的处刑者，不灭的规则之影，寂静岭的守护者，三角头。是里世界，传说中的寂静岭战场。在这种环境里，我们的三角头是无敌的。雾太大了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江野怎么打？是吧？这种环境太有利了，龙国这次危险了。看来不用我们动手，联邦国就要替我们除掉这个新附欢迎来到寂静岭。出现了！寂静岭的永恒处刑者三角头，在他的主场，他是不死的。不死？这怎么打？对，就是不死的。无论被打倒多少次，他都会从雾里重新站起来。龙国的小子，这次你必死无疑。不死，有意思。江野，享受这场处刑吧。三角头，杀了他！罪孽。目标能量等级 S， 能量性质异常，与所在战场环境深度绑定。数据显示，其核心存在与这片雾域同源，常规意义上的击杀可能无效。主场优势加上不死特性，江野麻烦了。相信他，他能召唤地府，一定有办法。命令情报部门全力分析寂静岭和三角头所有已知传说与论点。绝望吧，江野，在这里你连逃的方向都找不到。这是什么破坏力啊！看到了吗？一刀，仅仅一刀，半个擂台都没了，这怎么躲？这种力量完全超越了一般 S 级，我们国家的王牌诡异能做到吗？恐怕不行，这是规则级别的力量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三角头大人，把整个擂台连同那个龙国小子一起劈碎。江野，你的那些黑白无常呢？你的地府审判呢？在这种绝对的暴力与规则面前，是不是都不管用了？跪下来求饶，或许我能让三角头给你个痛快。他在干什么？放弃了吗？装神弄鬼，闭上眼睛，死得更快。雪域之巅，
魂归苍穹，立名为引，白骨作舟，以清尽心，破执迷障，以慈悲念，度怨憎苦。恭请天葬师凌晨。这是什么？召唤了个乞丐！龙国没人了吗？弄这么个干瘪老头出来，他拿根破骨头能干什么？给三角头大人剔牙吗？天葬师从来没听说过呀，江野是不是被逼急了，乱召唤的？不，你们看他的眼睛。快回头啊！怎么回事？三角头，上啊！枯燥，去，食尽污秽，涤尽残躯。漂亮！不可能！这些扁毛畜生怎么可能伤到三角头？三角头，反击！拿住！不，这不可能！三角头是不死的，他会在雾里重生！快起来，快啊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来了，我就知道重生三角头是不死的，在这片雾里，他永生不灭。你们就等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寂静岭真正的力量，规则性的不死。不死，三角头是无敌的，耗死他们！把那个吹笛子的老头和龙国小子一起剁成肉酱。他不死，这还怎么打？江野的诡异再强，力量也有耗尽的时候呀。哼，刚才白高兴了吧？龙国在真正的不死面前，你们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都是垃圾。非生非死，执念所聚，罪孽缠缚，不入轮回，有趣。印记，原来如此。7重罪印，锁魂于此，一印一命，印尽方休。观察力不错嘛，但看出来又如何？三角头身负7道原罪印记，代表7种极致的罪孽。消耗一道，他复活后都会更加强大，更加愤怒。你们能杀他7次吗？可有解法？非杀乃渡，罪焰非其力之源，实为其父之家。吾等
他每次死亡与重生，其实都是一次最硬的强制激发与消耗。无能之在其消耗最硬新旧之力交替的短暂时间，以天葬仪式超度其对应之罪，一罪尽消，加可自魂归其。第一罪，暴食，贪视生命，厌足无尽空虚，兼以秃鹫分食其形，过汝贪视之职。一罪已消，静待其复，印血，再行下一轮。第二罪，嫉妒，见不得他者之生，怨恨自身之死，有居之念，不学魂灵。三角头，醒醒！他在攻击你的核心，别被迷惑，杀了他！快杀了他呀！嫉妒如所，负己负人，兼断此腐裂，还汝片刻轻矣，以蛊敌净魂之音，洗涤入我。他真的在消除那些印记，一次一个。这不是战斗，这是解剖灵魂。第三罪，傲慢，自诩审判，凌驾众生，实为迷失之始。第四罪，愤怒，无名之火，焚尽理智，徒留毁灭。第五罪，懒惰，沉溺痛苦，不愿活，停滞不前。第六罪，贪婪，欲求不满，吞噬一切，反噬己身。魔鬼，龙国召唤的是真正的魔鬼。第七罪，色欲，扭曲的欲望，对生命与痛苦的异常迷恋，最终的沉沦。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的噩梦。最后一罪，执迷最深，亦最脆弱，此为汝沉沦之困，亦为解脱之时。汝可知何为天葬？肉身不失，四位神救，灵魂离垢，归于苍穹。不知于形，不至于魂，生死循环，本是自然。汝之罪在于将生与死、痛苦与存在强行扭曲绑定，沉溺于畸形的循环，抗拒真正的安宁与消解。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，生灭灭已，寂灭为乐。汝之形骸，散于风雨；汝之罪孽，化于净土；汝之真灵，退尽污浊，尘归尘，土归土，魂归应归之处，往生去吧。联邦国召唤物三角头已被彻底净化，龙国胜，获得积分15分，联邦国扣除积分10分，龙国排名上升至第18位。这不是杀戮，是救赎。我感觉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被洗干净了，又好像更沉重了。原来龙国失落的诡异文明，可能不仅仅是拥有强大的怪力乱神，更可能蕴含着对生命、死亡、轮回的解决方法。这比单纯的力量碾压更加可怕。看到了吧，这才是我龙国诡异文化的冰山一角。审判罪孽，超度亡魂，给予真正的安宁，而非如某些国度，只会制造和驱使怨灵与怪物，沉溺于暴力的循环。擂台继续，龙国的征程远未结束。
龙国选手江野是否选择继续守擂或主动挑战？主动挑战。继续挑战？莫非江野还有底牌？哼，连战3场，尤其是最后那场诡异的仪式，消耗肯定巨大，还敢挑战日不落帝国，自寻死路。有趣的东方人，你的表演令人印象深刻，甚至有些艺术感。但艺术在真正的力量与优雅面前不堪一击。皮尔斯伯爵，轮到您出场了，让这位东方的灵魂净化师见识一下，什么才是源自古老血脉的真正不朽的优雅与力量。乐意之至，队长，我对这位少年的血液非常感兴趣。日不落帝国的王牌就是吸血鬼吧？传说中不老不死的贵族。德古拉伯爵，那种传说中的怪物真的存在？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吸血鬼对龙国的天葬师，不对，天葬师好像退场了，江野还能召唤什么？吸血鬼好像也是不死的，而且据说速度极快，还能化身蝙蝠，操控血魔法。江野这次会召唤谁？晚上好，年轻的东方强者，我是查尔斯。或许你更熟悉我的诡异德古拉伯爵，很荣幸能品尝到你的鲜血。我以血裔追随者之名，于此乎那永夜中的贵族，不朽传说中的暗夜君王，竟挣脱光果的束缚，踏碎墓碑的沉寂，降临于此吧。夜与暗的支配者，鲜血与永恒的象征，观此公弗拉德3世，尊贵的德古拉伯爵。纯正的血液，既然你自愈不朽，血没有，血雾更浓，还是我东方的血海更深？八部天龙，战神临凡，血海翻波，修罗降世，一战之战，杀天道，攻击阿修罗王。阿修罗，有意思，太有意思了。你的血一定会是极品中的极品。吸血虫子也敢在吾之血海前狂吠，汝之血只配为吾战魂洗刃。阿修罗，什么东西啊？德古拉解决他们！啊！灵域展开，星湖物欲，血海起！不错的领域，充满了战斗与毁灭的芬芳，但很快，它就会变成我的私人酒窖。而你，阿修罗，将成为我收藏中最耀眼的战利品。狂妄！将成为我收藏中最耀眼的战利品。狂妄！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德古拉伯爵的战斗艺术，优雅、精准、致命。那个大块头空有力量，根本打不到伯爵。没错，吸血鬼的速度和再生能力都是顶级的，耗也能耗死那个阿修罗。这样下去不行啊！阿修罗大人好像被牵制住了。前辈，他在利用速度和领域特性拖延，消耗您的力量。怎么不耐烦了？强大的阿修罗王难道只会像个铁乌龟一样挨打吗？你能惹怒了我？血海翻腾，修罗战吼！
德古拉大人，小心！啊！该死！能伤到我，还能阻碍再生，这是什么力量？专破尔等淫秽之体的修罗煞雷，滋味如何，虫子？好，很好，你彻底激怒我了。想优雅的结束战斗，现在我改主意了。你该以先祖之血一为引，唤醒沉睡于血脉深处的禁忌之力，始祖真形，暗夜獠牙。让你见识一下吸血鬼始祖血脉的真正力量，暗夜将吞噬你的血海。太好了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用了始祖真形，你怎么可能挡得住？如之力源自外，夜来之物终是虚浮；无之力源于战役，源于自身，源于这血海中万千不屈战斗之共鸣。此消彼长，高下立判，三头六臂，修罗真神。这就是三头六臂修罗王阿修罗王的真正力量。三头六臂，这是什么形态？三头六臂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看样子德古拉也不是他的对手，这可是顶尖的 S 级诡异。他是什么等级？快查三头六臂阿修罗最高机密档案。报告，能量读取终止，监测上限300%，这已经超出了目前所有已知 S 级诡异的理论极限，这是传说级的能量特征。传说级？我们龙国真的有传说级的诡异存在？不仅仅是力量等级，你们看它的形态，它的武器，它周身的骨贴，绝不是简单的怪物。快，调取所有关于阿修罗的古籍、壁画、神话传说，尤其是最高保密等级的魂轮虚残卷。阿修罗词条已调取，常规记载为天龙八部之一，非神非鬼非人，好战，住于血海，与屏幕形象基本吻合。但关于三头六臂和血焰的记载极少，还有阿修罗者非神非鬼，乃战役化形之种族，其拳可崩碎星辰，其吼能震裂幽冥，其怒能令天地失色。胆想狰狞如金刚怒目，女貌妖艳似夜火红莲，居于血海深处，战于须弥山巅，与天斗与神争，与宿命为敌。斜视他们的战旗，上是他们的勋章，永无止境的征战是他们存在的唯一史诗。这是我们龙国的希望，是刺破这诡异时代阴霾的利剑。首长，我建议立刻将江野的保密等级提升至博士级，调动一切资源，满足他的一切需求，同时加强对他的保护。我担心某些国家会狗急跳墙，批准，立刻执行。不光如此，阿修罗王他是一个种族的王，这说明这是一个未知的族群，而不单单只是一个诡异。我龙国5000年底蕴终于显现，好啊！给我准备1级勋章，战斗结束后，我要亲手送给江野。他是我们整个龙国全体14亿龙国人的大英雄。我罪孽深重，血债累累，今日便以这修罗血焰焚尽汝之罪血，送入往生。
受死吧！怎么会？怎么会？日不落帝国后积分12分，龙国排名上升至第10位。怎么可能？德古拉竟然败了！看来龙国的崛起已经是势不可挡了，就看这个神秘的年轻人能走到哪一步了。八嘎！该死的龙国人，为什么就不能滚滚去死？龙国牛逼，江野牛逼，阿修罗王牛逼！江野，英雄，你是整个龙国的大英雄！第10还不够，我龙国失去的荣耀与领地，要的是全部拿回。龙国选手江野是否选择继续？第10名，这还远远不是龙国的真实水平。继续挑战，我要让全世界看清楚，我龙国千年文明断层之下，依然深埋着何等恐怖的力量。我要一路打上去。樱花国上次的复仇战，还有之前大东亚共荣圈的狂言，我记着呢。这次主动挑战你们，接吗？江野，你太狂妄了！侥幸赢了几场，就真以为我答应换帝国无人了吗？有没有人打过才知道？还是说你们怕了？怕了的话可以认输，割让边境3成，我龙国可以接受。这样了，狂妄的，你会为你的无知付出代价。樱花国接受挑战，并且我方申请登有国运赌注特权。国运赌注，传说中的国运赌注还从没有人用过。樱花国确认动用国运赌注，此战若败，需自愿向胜者国献上3年国运，即未来3年内国家气运、资源产出、国民天赋等综合国运的15%将转移至胜者国，败者则需承受等量国运诅咒，未来3年国运衰减15%，确认吗？确认。我樱花国以此3年国运为主，一定要将龙国最后的希望彻底碾碎，将龙国重新打回地狱。督边大人，拜托了，请唤醒我樱花国真正的绝世妖神。以800万神之名为祭，唤醒沉睡于黄泉比梁板之灾厄。降临吧，八岐大蛇！江野，看到了吗？这才是我国底蕴。八岐大蛇大人，请杀了他，碾碎龙国！这就是我樱花国的绝世妖神，传说中的八岐大蛇。八岐大蛇大人，碾碎他们！如此恐怖的威压，八岐大蛇我听说过，据说是樱花国压箱体的诡异，这下龙国惨了，不仅要输了比赛，还要输了国运。八岐大蛇，八头八尾万年，正好。青城山下，白素贞，千年修行只为报恩。水漫金山显神通，昆仑道教救夫君，虽为妖身，心性正道。今日临凡，伏魔未到，恭喜白娘子白素贞。今日临凡，伏魔未到，恭喜白娘子白素贞。道友相助，素贞来迟。
好重的煞气与邪毒，修行不易，为何不走正道，偏要为祸人间？区区小蛇，你敢在我面前撑腰？我乃樱花国至高灾恶之神，跪下，成为我的血尸！你为祸人间，我修行正道，此乃本质不同。今日便让我这小蛇来会会你这大蛇。白姐姐小心，她属性繁杂，且似乎与樱花古韵相连。她的领悟原也是无法，水可润万物，既可涤荡污浊，风起云涌。水来，水，班门弄斧！来吧！星儿，姐姐需要你。嗨，姐姐，打架怎么能不叫我？就是这个丫头出来坏鸡的姐姐，看我不把她的脑袋一个个剁下来！星儿，不可轻敌，这妖物厉害得很，再厉害没有当年的法海厉害。姐姐，咱们姐妹联手，什么时候怕我？哟，又来一个，还是白素贞自己召唤的洗梅花。哼，多一个送死的小蛇妖罢了，在八岐大蛇大人面前都是蝼蚁。两只老蚁，你就化作灰烬吧！两只老蚁，你就化作灰烬吧！星儿，知道。姐姐，用那招，双蛇共鸣，枪裁剑域。挡得住一些，挡得住一世吧！我看你们能撑多久！小心，他的肉身力量更恐怖。星儿，将你的妖力全部给我。好。啊！千年修行，积德行善，今日便借妹妹之力，行阵蜕变，水漫金山，化蛟。蛟，不可能！你明明是蛇妖，为何会有龙族的气息？我修行千年，积德行善。芝芝，今日便是化龙之际，邪魔外道，受死！不可能！花椒怎么会花椒？国运，我的国运！不可能！花椒怎么会花椒？国运，我的国运！
樱花国召唤物发起大赦，国境推散，判定彻底消亡。依据国运赌注协议，胜者龙国。樱花国召唤物发起大赦，国境推散，判定彻底消亡。依据国运赌注协议，胜者龙国。开始执行国运转移。龙国获得积分50分，樱花国扣除积分30分。龙国排名升至第7位。多谢白姐姐，谢谢姐姐。道友不必客气，除魔未到，本就是我辈修行之人因为。望龙国从此国运昌隆。国运，我樱花国的国运。龙国选手江野，请选择是否继续。继续。什么？还要打？他已经连续占了6场，他究竟还有多少底牌？看来这位东方的小朋友连胜之后有些忘乎所以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他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恐怖。臣请启动双人战模式，我方将拿出15%的国运来作为赌注。收到挑战。罗马国可派出2位选手，而龙国方仅江野1人，只能召唤1个诡异应战。龙国江野是否接受？2打1，这太不公平了！江野刚刚打完8级大蛇啊！擂台怎么能允许这种规则？井底之蛙作为被挑战国家，如果之前有过连胜5场的经历，就可以加大赌注来争取2名选手上台，真是土包子。2人，不错，怎么不敢了？我可以接受，只不过我要求赌注增加到国运的30%。30%的国运，江野也太狂了！1打2还敢主动提升赌注？没问题，那我接受。不公平，这不公平！首长，根据消息，这一切都是联邦国在背后捣鬼。现在联系江野，这场仗不能打。是。首长，江野他说。首长，各位同胞，我知道你们担心我，但有些路总得有人去走，有些山总得有人去攀。今日我江野便为我龙国闯一闯这不公平的规则，也让某些只会抱团的所谓强国看看我龙国底蕴有多深。江野，用你们龙国的一句古话，不知者不畏。今天就让你死在我们兄弟俩的手中，于此永恒囚禁罪孽的殿堂，凝视与诅咒交织的源头。聆听吧，那被剥夺光辉、永渡黑暗的悲鸣，以蛇鳞为甲，以怨毒为盟，以凝固时光的凝视，撕开雅典娜的伪善封印，挣脱石化的棺椁，降临于此。蛇发的诅咒之女，剥夺生命的凝视者，格尔宫的终末，美杜莎。降临于此，蛇发的诅咒之女，剥夺生命的凝视者，格尔宫的终末，美杜莎。不得不说，江野，你这个决定真是愚蠢至极。无尽回廊的迷宫核心，骸骨与锁链歌颂的囚牢，回应吧！那被血脉诅咒勇士徘徊的兽性咆哮，降临于此迷宫的永恒徘徊者，骸骨迷宫的狂兽，人牛之怒的化身，米诺陶诺斯。江野，这次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来当。淮水之精，无之奇，赤尻马猴，小阴阳会人事，善出入，必死延生，曾与大禹争锋，力敌千军。今日请君临此垒，以1敌2，扬我龙国威武，恭请水源大圣无之奇。别散了。
算有个能活动筋骨的地方了。小子，就是你把俺叫出来的？对面那2个就是俺的对手，看起来不太经打呀。狂妄的东方怪物，你会为你的傲慢付出代价！维杜莎，米诺陶，亲手拧下这猴子的脑袋，用来装饰斗兽场。一个猴子怎么对抗米诺陶和美杜莎的双重组合？这场龙国输定了。这2位可都是我们罗马国的王牌鬼怪，龙国小子拿什么抵挡？一个长虫头的女人，一个牛头人，有点意思。前辈小心，那美杜莎的凝视可石化万物，米诺陶的迷宫领域也极为难缠，力量也很强。小的，不就是瞪眼和迷宫吗？俺老吴当年跟大禹那家伙斗法的时候，什么阵仗没见过？看俺的石化魔眼！迷宫展开，无尽回廊。瞪眼谁不会？俺这水晶专治各种不服。牛头怪，你的迷宫也不错，正好给俺降降温。嘿，分水红扣。怎么样，2个小娃娃在俺面前耍把戏，这都是你爷爷剩下的。迷宫被水淹了，美杜莎的石化被反射了。这猴子到底什么来头？美杜莎，用那招配合米诺陶，不能让他再嚣张下去。石化毒物！哟呵，配合不错嘛，大爷爷我也稍微认真一点好了。水域是我的主场，吃俺一棒！好大的力气！力气，这只是开胃菜。小长虫，你就这点本事，挠痒着呢。可恶的猴子！我要撕碎你！幽魔真身！以血为祭，气灭魔童！玩够了，让你们见识一下俺淮水大圣的真本事！嗨，是靠马猴，真身显化！不，叔叔，求求你，饶我一命，饶命！小子，打个痛快！下次有这种2打1的好事，记得再叫俺。走了。罗马国召唤物美杜莎，米诺陶死，龙国胜，获得积分30分，罗马国扣除积分15分，龙国排名上升至第5位，国运转移。不够，还远远不够。是否继续挑战？继续。联邦国，还要打联邦国？这是要把联邦国往死里得罪啊！他已经连战多少场了？铁打的嘛。江爷，成就还是我们。也好，省得我们去找你。你以为打败了德古拉，镇压了三角头，就真的能撼动我联邦的根基吗？不，你错了。我联邦真正的底蕴源自至高无上的信仰，源自神与魔的源头。以我联邦圣乐部队100名虔诚信徒之灵魂为祭，以我幽禁之身为桥，命令圣经记载的灭世巨兽从古老的契约中醒来，降临此世，涤清异端，并蒙列为惨，享有血之召唤降临，享有血之召唤降临。
联邦国竟然隐藏着如此恐怖的终极地盘，整个擂台居然都承载不下这2头巨兽的身影，这也太无敌了！这就是大国的底蕴吗？哈哈哈哈！强爷看到了吗？这才是神的力量，在比蒙与利维坦面前，你和你那些东方的诡异不过是土鸡瓦狗。死吧，连同你的龙国幻想一起被碾碎吧！哈哈哈哈！比蒙、利维坦、陆海空3县，好大的阵仗！看来得请一位擅长以一敌多，且同样喜欢大场面的前辈了。踏碎凌霄殿阙角，搅动八荒风云色。翠云山上芭蕉洞前有妖中巨凤，威震四周。头顶双脚抵苍天，身披金甲震幽冥。曾与齐天称兄弟，共饮血酒蒙山海。惊寝君临，掌中混铁棍，扫尽不平事。胯下避水兽，踏破万重关，为吾东方妖族证明。先入盖世妖王真身降临，恭请平天大圣牛魔王。踏碎凌霄殿阙角，搅动八荒风云色。头顶双脚抵苍天，身披金甲震幽冥。惊请君临，为吾东方妖族证明。先入盖世妖王真身降临，恭请平天大圣牛魔王。那个不长眼的，要跟俺老牛比划比划？个头是不小，够劲儿。来得好！啊！这是什么怪物？居然挡下比蒙和利维坦的合力进攻！事到如今，不得不承认，龙国确实是可以与我等并肩的国家。牛大哥，好神力！嘿嘿嘿，小意思。不过这2个家伙皮糙肉厚，力气也不小，还懂得配合，有点棘手。小兄弟，你躲远点，看俺老牛怎么收拾他们。吃俺老牛一棍！哎呀！对，就是这样。比蒙大人，利维坦大人，撕碎他！2打1，太卑鄙了！牛魔王大人好像被牵制住了。牛大哥，不必留手了，让这些蛮夷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平天大圣。被你小子看出来了。不玩了，好不容易出来一趟，也该活动活动真筋骨了。开什么玩笑！能够抵挡我国2大巨兽的进攻，已经是他的极限了，还说什么不玩了，真是可笑。没错，龙国呀，就是死鸭子嘴硬。看一会儿比蒙巨兽将他们碾成碎渣之后，还拿什么狂？江爷，你可以选择认输，只要你认输，并且愿意向我们联邦国俯身称臣，我愿意给你一条活路。做梦！牛大哥，看你的了。什么比蒙，不过是体型较大罢了。看我的，法天象地，平天法相。2个小畜生，刚才打得挺欢，现在轮到俺老牛了。2个小畜生，刚才打得挺欢，现在轮到俺老牛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是魔鬼，东方的魔鬼！痛快，痛快！好久没这么活动筋骨了。
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李蒙和李维坦居然失败了，还败在了一个人手中。加油！龙国胜，升至第6名。真是出乎意料，不过你的路就到此为止了。江野，是吗？隔着那么远，我都可以闻到你灵魂的香味。你的灵魂有资格成为我的收藏品。收藏品？就一个活在镜子里的孤魂野鬼。以午夜钟声为鉴，以绝望少女之血为契，回应着跨越300年的呼唤吧。盥洗室的低语，镜面后的窥视，鲜血与誓约的永恒囚徒，血腥玛丽。来玩呀！猜猜我在哪儿？搞错了，就把你留下来，永远陪我。哦，血腥玛丽，传说中的顶级诡异。那个龙国人完了，血腥玛丽是无敌的，他的刀连灵魂都能割伤。江野刚刚经历了一场超度大战，精力消耗肯定很大。相信江野，他一定能再召唤出克制的诡异。镜中花，水中月，不过是依赖外物折射存在的可怜虫。白骨森森映月海，3变化形迷心乱。藏岗狐媚祸行客，坟头燕骨笑人痴。今以血气为引，叩请白虎岭上。白骨夫人，且行。皮囊，美丽的皮囊，撕下来，做成我的新镜子。很有趣的东方造物，可惜，再美的皮囊，在玛丽的刀下，也不过是另一幅值得收藏的血色画卷。玛丽，取下那身漂亮的骨头。后面，江野！幻想都是假的。看到了吗？哦，玛丽小姐根本不受幻象影响，那白骨妖的分身快撑不住了。白骨夫人，她的本体与镜影连接极深，寻常幻化难以迷惑。公子莫急，镜花水月固然难缠，但既是花月，便有迹可循。玛丽，血尽万象！认输吧，江野先生。我可以保证你体面的离开擂台，毕竟如此有趣的灵魂，若是在镜中疯狂碎裂，未免太可惜了。公子莫要被他乱了心神，镜虽多，酒虽烦，但是万变不离其宗。白骨夫人，
3变化形。第1变血肉皮囊，破人眼部；第2变分身幻影，乱敌心神。如今这第3变便是返璞归真，显我不化鬼本相。哦，怎么会？玛丽小姐的境遇在被硬生生拆掉。魔血石狗，旁门左道。赢了，这就赢了！还没宣布，蛋白骨夫人太强了。废物，连个消耗过度的龙国人都拿不下。四头拆了，全都拆了。够了！龙国胜，获得积分25分，龙国排名上升至第4位。公子，此间事已了，小女子去也。多谢夫人相助。还不够，下一场。有趣的东方人，你的表演令人印象深刻，甚至有些艺术感。但艺术在真正的实力面前不堪一击。我们日不落还有一位可出战。不，我们不能再输了。若是让他接了3甲的位置，西方才是真的没了退路。绝不能再让龙国继续赢下去。必须要动用那个计划了。同意，献祭吧。同意，为了西方文明的荣耀。启动所罗门遗产计划。以百灵之血污秽圣约，以众生之魂扭曲规则，打破界限，降临吧！这就是传说中的所罗门72柱，所罗门魔神。这次看那个龙国小子怎么打！看样子江野真的把西方逼急了，果然献祭都做出来了。无耻！这是耍赖！这就是规则，谁规定一个选手只能召唤一个鬼怪的？以多欺少，献祭活人。既然如此，狮驼岭上3妖魔吞噬一国，但气号金毛狮子称大王，黄牙老象踏山河，云城万里鹏魔王，阴阳2气平内庄。今日便请3位妖王临此污浊之事，恭请狮驼岭3大王：金毛狮子怪、黄牙老象、金翅大鹏雕。狮驼岭上3妖魔吞噬一国，但气号金毛狮子称大王，黄牙老象踏山河，云城万里鹏魔王，阴阳2气平内庄。今日便请3位妖王临此污浊之事，狮驼岭3大王：金毛狮子怪、黄牙老象、金翅大鹏雕。
哪个不长眼的，敢欺我东方五人？这么多魔头聚集，正好让老乡我活动筋骨。此地血气冲天，正是我辈快活之处。啊，3个，一次召唤3个，3个，一次召唤3个。弟兄们，让这些西方蛮子见识见识咱狮驼岭的威风！以我生命为最后的祭品，所罗门魔神们回归本源，凝聚所罗门王的裁决之影。异端魔出。裁决！当俺们不存在吗？给老乡下来！啊！你的眼睛归我了。蝼蚁！这3只妖怪是什么来头？连所罗门魔神都奈何不了他们。这3只妖怪是什么来头？连所罗门魔神都奈何不了他们。所罗门魔神之力无穷无尽。这是所罗门魔神能量吸引，权杖，胸口的宝石是他的能量源泉。明白。同时动手，看准了。王冠归我。这烧火棍别要了。心口的亮晶晶，我要你。吾乃72柱所罗门魔神之主。什么魔神不魔神的？现在你就是我们兄弟几个的盘中餐。别浪费。这玩意儿味道咋样？还行，就是有点塞牙。北欧召唤物72柱所罗门魔神投影确认溃散，龙国胜，获得积分30分，龙国排名上升至第3位。龙国无敌！现在是第3，第1还会远吗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所罗门魔神居然就这么败了！事实摆在面前，
现在的龙国毫无疑问已经彻底站起来了。现在的问题就是他究竟能不能登顶。小子，干得不错。就是对手不太经打。还有没有能打的？多谢三位大王元首。架打完了，俺们回去了。下次有这种热闹，记得再叫我们兄弟。走了。龙国选手江野是否选择继续守擂？继续。埃及国申请挑战。卡伦，你疯了！队长，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，我敢打赌，现在的江野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。埃及国申请紧急挑战权，目标龙国，是否接受？接受。我很佩服你，一个人带着一个国家走到了今天的地步，但是你将会成为我的垫脚石，只有打败你，世人铭记的永远会是我卡伦。哼，你可以试试。沉睡于无尽黄沙之下的永恒君主，聆听血脉的呼唤，挣脱千年的时光囚笼，于此降临吧！太阳神之子，冥府行者，黄沙与死亡的统治者，不朽的审判者，法老。沉睡于无尽黄沙之下的永恒君主，聆听血脉的呼唤，挣脱千年的时光囚笼，以赛特神掀起的沙暴为引，以阿努比斯守护的王者契约为凭，以这惊涛惊尾的鲜血，染红圣甲虫的轨迹，让流沙成为你的披风，让亡灵的哀嚎成为你的战歌，以此降临吧！太阳神之子，冥府行者，黄沙与死亡的统治者，不朽的审判者，法老。东方人在永恒君主面前跪下。法老陛下，请碾碎这个亵渎者。黄沙，哼，班门弄斧。曾笑猴子跳不出掌心，金挠一响困大圣。人种待开收听神佛兵，黄梅轻斩戏乾坤。不拜三世佛，不诵大乘经，自有赤子心。菩提本根生，经文着实喧嚣，邪祟成修。请童子临凡，以这气阴清远破诸般迷障，以此金挠焦明，镇一切妖氛。恭请弥勒座前司庆童笑看红尘一金刚，黄梅大王。谁啊？吵吵嚷嚷的，扰乱的好梦。龙国没人了吗？就跟奶娃娃出来送死，真是自暴自弃了。一个小娃娃怎么会是法老的对手？到最后还是我们埃及收下了一切。胆敢亵渎君王，万杀噬魂！小心！啊，睡觉都不安生。什么？什么？就这点道行？哎呀，法老，我看不过是具成精的尸体啊！这乃永恒法老，是万民供奉。哎，沙之国度。没完没了！哎，安玛尼巴咪后，朕沙海不灭，朕既不灭；沙海不灭，朕既不灭。
法老陛下，不多说。歪门邪道。好。尘归尘，土归土。埃及国召唤物确认消亡，龙国上获得积分30分，埃及国扣除积分20分。搞定！俺继续回去睡觉了。多谢前辈元首。北欧，龙国选手江野，请准备，下一站对手北欧国，连番大战，连战诸国神魔。龙国的年轻人，你已证明了你的力量，但你的征程到此为止了。此乃世界树，尤克特拉希尔断裂之枝。今日以我的鲜血为祭，不为胜利，只为将这颗最危险的火种彻底熄灭。唤醒吧，温柔米兹加尔特的终结之环，真实的吞噬者，从深海中醒来，诸神黄昏的预言降临叶蒙加德。出现了！传说中诸神的中烟，灭世之蛇耶梦加德。啊！传说中耶梦加德的身躯足以环绕整个蓝星，如此庞大的力量，这次看这龙国小子怎么抵挡？环绕世界的巨蟒，纯粹的力量与规则化身，凶水之勇，向安全；水火之怪，九头食人，顺地起义，诛杀于野，燃其怨灵。化于血脉，九阴生灵，九省人面，蛇身自还，所到之处，尽成则国。今日万里之外，为无撕了这条外来长头，攻起远古凶神向你头。环绕世界的巨蟒。这小的橙子，现有的攻击无法致命，耶梦加德的规则躯体太强了。赢了，我们赢了！这么看来，什么联邦国、樱花国，只有我们北欧国才是最强的。这个龙国小子的不败神话被终结了，只有我们北欧才是永恒的王。终于，相柳进化了，这才是真正的远古凶手。九鹰，耶梦加德，这血会是最好的祭品。今日便让你陨落至此。北欧国召唤物陈氏巨蟒耶梦加德确认消亡，龙国胜，获得积分80分。北欧国积分清零，出局，龙国升至第2名。
最终一战。终于轮到我了。亚当斯大人，这是我们最后的底牌。江野，你的罪已无可赦免，今日就让我来终结你。迎接伟大的地狱之王，穿过9层炼狱的炙热，踏过万魔殿的尸骸，与光暗颠倒、善恶混淆的边界，聆听我的呼唤。晨星，拂晓之时，我反前的另一大军，是地狱的王。撕开这被虚伪信仰笼罩的天幕吧！以你的骄傲审判这世间一切不公，以你的火焰焚尽所有伪善的枷锁，于此降临汝之威严，地狱君主路西法。地狱，路西法大人，碾碎他们！今日弟子江野为我龙国亿万生民，为我神州浩然正气，叩请幽冥正主因私至尊，判官停笔，鬼胎速立，万鬼伏首，静候法驾，掌生死轮回之序，执善恶赏罚者，孽镜台前照尽前世今生，生死不赏勾销冤债孽缘。此地有外道邪神，乱阴阳，逆纲常，罪孽滔天。夫为十殿阎罗第5殿，阎罗天子陛下，从立阴司至始，彰显天道昭彰。东方的冥界主宰路西法，吾本为光耀晨星，享受尊荣，然心生傲慢，欲与至上比肩，煽动叛乱，众多无边黑暗，其罪一，不敬上天，背逆纲常，堕落后不思悔改，与地狱称王，聚拢怨魂恶灵，扰乱阴阳平衡，意图染指人界，其罪二，扰乱三界，祸及苍生，以审判为名，行征服之实。其罪三，虚伪残暴，表里不一。等于此刻，首都神者召唤，妄图以审判之名，灭杀他界文明火种。其罪四，干涉天命，罪孽滔天。路西法，汝之死罪，证据确凿。载于生死簿，定于孽镜台，按一律绑守18层地狱，层层刑满，再入无间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审判我，凭你这东方冥界的规则，我乃路西法，我的罪只有我自己能定义。冥顽不灵，以吾阎罗之名，实力无间地狱开。不，我是路西法。联邦国最终召唤物堕天使路西法被审判并镇压于无间地狱，龙国胜，获得最终胜利积分200分。现在宣布本届全球诡异擂台最终结果。等等，我有异议。他是谁？居然敢打断最终宣布？是爱琴海国的国王，他居然亲自到场了。他想干什么？我们龙国已经是冠军了。搞什么鬼？胜负已分，还想耍花招？别急，听听他想说什么。按照擂台的规则，最终决胜日，任何国家都可向冠军发起生死战，赌注为超过1半的国运，赢则取代冠军之位，输则永久丧失50%国运。爱琴海国与龙国同为人类文明的摇篮，可如今我们的文明沦为边缘，被遗忘在历史长河。今日我愿以1半永久国运为主，向龙国发起生死战，只为重现古文明的辉煌。龙国万岁！打倒龙国！龙国选手江野，爱琴海国发起生死战，你有权拒绝，是否接受挑战？我接受。文明的荣耀从不是苟安而来，我龙国给你们追赶的机会，但终有一天，
你们连我的背影都遥不可及。自不量力！爱琴海国虽然落寞了，可他们的底蕴绝非表面那么简单。江野，今日怕是要栽个大跟头。龙国领袖申请暂时休战，时限为3分钟。龙国果然怕了，不过是拖延时间罢了，结局早已注定。江野，我想听真话，你为什么要答应迎战？我们明明已经赢了。赢了擂台，却赢不了他们的野心。我要的不是一时的冠军，而是让全世界都明白，龙国不可辱，东方文明不可欺。更何况，我的底牌数之不尽。好，说得好。从今日起，你江野便是我龙国的无双国师，这是龙国最高荣誉，你当之无愧。放手去战，龙国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。请首长放心，必不负龙国，不负1万生命。休息时间到，生死战正式开始。远古的混沌之息，大地与深渊的馈赠，响应我的召唤吧！盖亚之子，宙斯之敌，众神战力的存在，万妖之祖提丰降临此世。啊，是提丰，传说中单挑奥林匹斯众神的万妖之祖，好强的威压！这就是爱琴海国的底牌吗？提丰，大地女神盖亚与深渊之神塔尔塔罗斯的幼子，曾大闹奥林匹斯，打断宙斯的雷霆之矛，他的力量足以毁灭天地。龙国准备好迎接毁灭了吗？龙国完蛋了！这可是万妖之祖古文明的辉煌。我说什么来着？龙国根本挡不住。江野啊，干他丫的！让他们看看东方诡异的厉害！混沌初开，日月无光，中山之阴，有神名曰烛龙。睁眼为昼，闭眼为夜，吹气为冬，呼气为夏。今以文明为引，恭敬上古龙神烛龙降临。怎么回事？是天怎么黑了？天怎么黑了？烛龙前辈，恳请睁眼，照亮天地。换作睁眼，即为白昼。Oh my god！ 睁眼为昼，这就是东方的神秘的力量吗？哼，虚张声势！提丰，让他见识一下风暴的力量。哼，感受这毁灭的风暴吧！提丰的风暴足以撕裂山川。就算是 S 级诡异，也终将被碾成碎片。爱琴海文明的复苏从今天开始。火焰，让火舞风暴彻底吞噬他们。火柱风势，这股融合的能量太狂暴了。烛龙前辈怕是……烛龙前辈，挺住，挺住！哇！赢了！我赢了！龙国不过如此，你的诡异终究敌不过我爱琴海的万妖之祖提丰。游戏该结束了。烛龙前辈，还请以幽冥寒气冻结此劫。不可能！提丰的力量源自元素规则，怎么会被冻结？规则，烛龙本身就是规则的化身，昼夜更迭，四季轮转，皆有他定。你的元素风暴，在真正的规则面前，不过是孩童的玩闹。提丰，别被他唬住，发动你的绝技
毁灭流星，让他见识一下曾撞断奥林匹斯山脊的力量。前辈不必留手，空间放逐。哇！赢了，我们赢了！烛龙前辈太厉害了！江野怎么了？提风都被放逐了，为什么他还不高兴？不对，擂台没有宣布胜利。哈哈哈哈！你们以为这样就结束了？太天真了！提风乃万妖之祖，岂会这么容易被击败？父王，饶了我们吧！我们不想死！求求您了，父王！儿啊，我可是你的父亲，他们是你的子女，你不能这样对我们呀！为了文明的荣耀，你们的牺牲微不足道。我王是一族流淌着神的血脉，只要以你们为祭，点燃神火，就能为提风指引方向，打破空间束缚。虎毒尚不食子啊！你居然要用自己的家人献祭啊！这样的文明根本不配复苏！都给我闭嘴！这都是值得的，为了爱琴海的荣耀，献祭！我以自身为祭，解放提风的究极形态。这股力量足以凌驾于众神之上。龙国，受死吧！前辈，能打吗？解放力量后的他极强，但也仅此而已。轮回之术，起！搞什么鬼？又是花又是血的，中看不中用。这就是所谓的轮回。用你们龙国的话来说，不过是绣花枕头。你们懂个屁！轮回乃禁忌之力，能主宰生死岁月。轮回在提风面前，万载岁月不过弹指一挥间。这种小伎俩也想对付我们？我说过，烛龙本身就是规则，万物轮回，生老病死，无人能逃。就算是诡异，也不例外。不可能！提风是盖亚之子，超脱轮回之外。你在说谎！不！停下来！我不相信！不！停下来！我不相信！你一定在撒谎！你一定用了诡计！无论是神、是鬼，还是所谓的万妖之祖，只要存在于这世间，就逃不过轮回的法则。万年、10万年、100万年，终有一天都会尘归尘，土归土。轮回之判，岁月为刃；而弑父杀子，罪业昭彰，归于虚无。生死战结束，龙国获胜。爱琴海国丧失50%国运，永久退出诡异擂台。江野牛逼，烛龙前辈牛逼，龙国万岁！多谢前辈相助，护我龙国周全。小子，不要放松警惕。本座感觉得到，在这擂台上还有一股连我都不可忽视的力量。江野这是怎么了？赢了生死战，怎么还一脸凝重？会不会是刚才战斗消耗太大？不像，他的眼神像是在警惕什么。之前叫嚣着要干掉我，践踏东方文明的，现在可以站出来了。我江野
就在这里接受你们的挑战。既然没人敢来，那我再加个赌注：你们若敢应战，输则奉上全部国运，赢则我龙国气运不仅悉数交出，这冠军之位也可退让。队长，要不我们疯了吧？一个个的，没看到爱琴海国的下场。好小子，就是这个气势，让他们知道龙国不是谁都能惹的。会不会太激进了？万一真有人应战，风险还是很大的。放心，他自有分寸。这是在彻底打掉各国的野心，粉碎他们的高傲，让他们永远不敢再觊觎龙国。这是谁？没有报名，怎么能登上擂台？我挑战龙国。不是火舞，你是谁？我是亿万文明亡灵凝聚的一员，或者你可以叫我亚特兰蒂斯。什么？亚特兰蒂斯？那个万年前沉入海洋的文明国度？你发起挑战，是想借气运复活亚特兰蒂斯？复活早已无望，万年来我们唯一的目的是寻找对抗黑暗的方法。那场毁灭亚特兰蒂斯，导致诸多文明断层的浩劫即将再次降临。你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，所以今日我以亚特兰蒂斯为主，赢则你需承接对抗黑暗的使命，输则此界与我们一同湮灭。对抗黑暗，护佑文明，本就是我龙国的使命。特殊挑战开启，龙国对亚特兰蒂斯亡灵意志，赌注为文明存续。此乃海神三叉戟，执掌海洋全体，配合卡拉森，足以掀起滔天巨浪。混沌初开，凤凰血脉，孔雀大名，光耀世间。孔宣在此，万法无倾。恭请上古大神，孔雀大明王孔宣。哎！孔宣前辈，他手中的三叉戟是海神神器，需小心应对。小道儿，那是什么光芒？居然能对抗海神神器？据记载，这是孔宣的本命神光。别说神器，就算是神仙的法宝，也能一并刷落。以海神之名唤醒沉睡之力，卡拉森，释放你的终极形态。我们承载着万年前的怨念与希望，就算魂飞魄散，也要完成使命。这些亡灵执念过深，却并无恶意，只是被使命束缚，颇为可怜。前辈，能否替他们解脱？他们不该被执念困住，永世痛苦。善，今日我便以神光为引，配以往生咒，太上敕令，超入孤魂，脱离苦海，转世成人。这是往生咒，他这是要超度整个亚特兰蒂斯的亡灵。我的天！江爷这是要化解万载怨念，让这些亡灵往生啊！超度？面对一整个文明的残魂，他居然想超度，这怎么可能？终于解脱了，谢谢。特殊挑战结束，龙国胜，亚特兰蒂斯亡灵意志彻底解脱，相关传承赠予龙国。江野这小子不仅能打胜仗，还能度化万魂，真是给我龙国长脸啊！不对，江野的表情太严肃了，不像是打赢后的轻松。我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，心里慌慌的。首长，您可能是多心了。江野或许是连续作战太累，毕竟这次赢得太不容易了。但愿如此吧，希望是我想多了。警告：因特殊意外，现开启最终试炼——世界存亡之考。最终试炼？我们不是已经赢了吗？试炼规则：龙国选手江野需击败试炼目标，成功则龙国境内诡异灾害永久清除，万邪不侵；失败则世界毁灭，万物归于混沌。凭什么？
赢了只奖励龙国，输了就要拉着我们一起陪葬，这不公平！我们抗议！没错，这规则太霸道了。龙国的试炼，凭什么让全世界买单？肃静！试炼目标：克苏鲁三柱神之一亚特兰蒂斯毁灭。上个时代文明断层的真正元凶，它源于混沌，超越认知，是不可名状的恐怖存在。时代毁灭，这难道是一只3S 级的鬼神？大门，他肯定藏在这大门里面。傻子，一群愚昧无知的傻子！什么3S 级鬼神，那就是一扇普通的破石门，你们居然被这种谎言唬住了，真是可笑至极！普通的门，不见得吧？哦，你有什么高见？难不成你真相信这世上有什么不可名状的鬼神？别装了，你根本不是联邦国官员，而是克苏鲁三柱神之一奈亚拉托提普，喜好癫狂与玩弄人心，擅长伪装成人类，以他人的绝望为乐。我说的对。有意思，你居然能认出我。按理说，知道我真实身份的人早就化为混沌的一部分了。你难道是上个时代的漏网之鱼？让你失望了，我不是。算了，不重要了。不管你是谁，只要把你的脑子掏出来，仔细研究一番，我自然会知道答案。最终试炼正式开始，龙国疆野对克苏鲁鬼神奈亚拉托提普。傻逼，你疯了！克苏鲁是要毁灭世界的，龙国输了，我们所有人都得死。疆野，加油！为了世界！打败他！我们不想死！真是愚蠢的人类！刚才还对龙国充满敌意，现在为了活命，居然反过来祈求龙国保护。你们的尊严呢？真是太有趣了！玩弄人心，践踏生命，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罪孽。今日我便替天行道，将你镇压。今日我便替天行道，将你镇压。大话谁都会说，看你能不能接住我的攻击！混沌初开，天地鸿蒙，东皇太一执掌天道，日照万里，星耀八荒。惊醒上古妖王，东皇太一降临。我知道你，东皇太一，当年就是你杀了我的诸多属神，勉强挽救了那个时代。没想到今日还能遇见你，真是太好玩了。奈亚拉托提普，今日本皇便让你彻底归于混沌。癫狂吧！在我的全能之下，所有人都将陷入无尽的绝望与疯狂。头好痛，我的精神要崩溃了。这就是3S 级鬼神的力量，连擂台的防护光罩都没有。完了，我们要完蛋了！此界之内由我制定规则，不允许欺瞒混乱之法则存在。你的力量居然能克制我的精神污染，有点意思。你的不可名状不过是混沌衍生的异常状态，你的精神污染不过是扭曲人心的卑劣手段。在我制定的规则面前，这些都不堪一击。王旺，我要让你见识一下外神的真正力量！出来吧，我的同胞们！让这些渺小的人类和神奇感受混沌的恐怖！休想！上次能阻止你的入侵，这次也一样。天道之力，借我！光与热乃混沌之克星，今日以天道之力封印你们！回去！不！我不甘心，混沌终将吞噬一切，我还会回来的！混沌的浪潮终将席卷世界，你们都逃不掉！
最终裁定，本届全球诡异擂台冠军是龙国。啊！赢了！赢了！江爷！龙国万岁！现执行冠军奖励。冠军奖励发放，龙国获得未来100年文明守护者资格，境内诡异灾害永久清除，万邪不侵。龙国拥有全球诡异相关资源的绝对开采权与分配权。好啊！我们真的赢了，冠军，我们是冠军！火焰正在急速提升，资源再生速度、国民天赋觉醒概率，全都在暴涨。立刻启动全国庆祝，最高规格！我们要让全世界看到龙国回来了。我联邦国代表承认龙国的胜利，我们输得无话可说，愿遵守擂台裁定和新秩序。荣耀归于胜者，龙国赢得了我们的尊重。我们知错了，恳请龙国宽恕之前的谋反，愿追随东方文明。诸神黄昏不是终点，原来新的黎明在东方。孩子，辛苦了，你是龙国的脊梁，是民族的英雄。首长，今日之胜非我江野一人之功，是无数龙国先贤于蛮荒中点燃文明之火，于困境中坚守正道之理，于5000年长河中积淀下这浩如烟海的神话与传承。此乃文明底蕴之上，民族精神之上。各国已经将战败赔偿都悉数送来，世界格局真的变了。休息一段时间吧，以后是建设与守护的时代了。你永远是我们的定海神针。我不累，我只是在讲，我们的诡异文化从来不是终点。他们告诉我们何为强大，更告诉我们为何强大。为苍生，守正道，护文明，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。